你好，我有预定。姓什么？啊，护照给我一下。等等，住几晚？ 2晚。大床还是双床？等一下，这边帮您确认一下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自己一句都还没消化完？对，这就是很多人在中国酒店第一次开始慌的地方。你以为自己在聊天，但前台其实已经在高速处理流程了，可是我才刚走到柜台而已。但系统已经开始运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Mo。大家好，我是 Shen。我现在有点混乱，因为每次 check in 我都觉得自己像在参加一个我没报名的考试。更准确一点是，你报名了，但考题在你进场之后才发。这个更可怕。我们先拆第一幕吧。前台入口系统，你以为是欢迎入住，但真实第一句通常是压缩版，有预定吗？不会有太多的闲聊。一个词就能开始对话。对，因为对方已经在系统里看到你了，他不是在问你，而是在确认你是不是那一单。那我刚刚说我有预定，其实还不够。不够，因为下一步才开始真正压力。身份系统会立刻进入，姓什么、护照或身份证、信用卡尾号或预订号码，有些甚至直接压缩成一句：姓什么？看一下证件。等一下，他是同时在问2件事吗？不是同时，是高速串联。中文服务场景有一个特点，信息不是分开给你的，是打包推进。我的问题是，我还在想上一句，他已经说下一句了。对，这就是听力真正崩的点，不是听不懂，是跟不上节奏。然后进入第二层，钱的系统，押金500，刷卡还是现金？预授权可以吗？需要开发票吗？发票又是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多一个问题？因为系统在问你用途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误解，很多人听到发票，以为只是收据，但在中国，它常常是报销身份判断。你说要，你就可能是商务旅客；你说不要，你就是普通入住。所以他们其实在判断我是谁。对，而且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被分类了。接下来是时间系统，住几晚？几点退房？早餐要吗？早餐7点到10点。为什么这些都讲得这么快？因为在前台语境里，这不是解释，是确认流程。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每一句我都听得到字，但我不知道它在流程的哪一步。这句话很关键。你不是听力问题，是结构问题。然后是房间系统进入，双床还是大床？无烟房？高楼层还是低楼层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只是想睡觉，却要做这么多选择？因为酒店在做体验匹配。但我脑子已经满了，我甚至开始随机选了。这就是危险点之一。等信息过载，你会开始放弃判断，然后你以为结束了。前台递给你房卡，进电梯刷卡，上去左转。左转是房间左转，还是电梯左转？对，你已经开始进入第二幕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已经进房了？还没有，你只是被允许上楼。终于进来了，应该结束了吧？不，真正困难的地方是你开始发现房间有没有问题的时候。
啊？因为很多人一累就直接躺下，但在中国住酒店，老手通常会先做几件事：什么事？先测试热水，再看 WiFi 能不能连，然后检查空调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像在验房？因为你现在还有力气处理问题，半夜才发现没热水，那才是真正崩溃。啊，WiFi 连不上。很好，这就是你真正开始需要沟通的时候。你好，WiFi 不行。稍等，我看一下。你重新连一下试试。等一下，他说的好快，我刚刚已经很累了，现在更听不懂了。因为这是夜间模式，白天是流程，晚上是问题处理。你会开始听到这些句子。稍等，我帮你看看。可以换房，要不要维修人员上来？我不知道他是在帮我，还是在升级问题。这是你已经进入下一阶段。白天是输入信息，晚上是修复问题。但我现在只想睡觉。但有时候，现实是你越想休息，沟通越多。最后一个问题来了，如果空调坏了， WiFi 坏了，房卡坏了，你还要继续打电话？等等，那我是不是根本没有结束这个入住？对，你只是从办理入住进入了系统维护阶段。那真正结束是什么时候？退房那一刻。我现在有点不安，因为如果 check-in 已经这么复杂，那退房是不是更难？对，而且退房有一个特点，它看起来更简单，但信息密度更高。你早上准备离开房间的时候，第一句通常是几点退房，或者更压缩，退房。一个词又来了。对，这就是中国酒店语言的特点，越重要越短。那我回答现在。可以，但接下来是隐藏账单系统。很多人以为房费已经结束了，但前台会说房间有没有消费？迷你吧用了吗？有没有损坏？迷你吧是什么？就是房间里的小冰箱。啊，明白了。然后进入一个很关键的听力点，速度会突然变快。前台可能会说房费已结，押金原路退回，稍等一下，发票需要吗？可以走了。等等，他说可以走了，是不是代表全部结束？对，但很多人会错过最后一句，因为在中国服务场景里，结束句经常是最短的。你如果没抓到，就会重复问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每次退房都觉得自己像刚刚考试完，但不知道有没有及格？因为你没有结果反馈。中文酒店沟通很少说你做对了，他只说可以了。这个可以了，很悬。对，这个词是关键。其实整个酒店场景最难的地方，从来不是词汇，而是你一直在做一件事，想完整听懂每一句话。但学语言不就是要这样吗？在考试里是，在真实世界里不是。因为酒店中文很多时候不是用来理解的，是用来让流程继续的。流程语言，哎，对，他只问3件事：你是谁？你住多久？你付了没？其他都会被压缩掉。所以我卡住，不是因为中文差。很多时候不是，是因为
你试图把每一句话都翻译完整，但现实不等你翻译。这个有点打击，但又很真实。对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酒店其实只是第一关，等等，还有，下一关不是更难的中文，是更快的场景切换。什么意思？机场。到达的时候，你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要找出口。行李转盘，一堆人，你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广播一直在讲，但你只听到一半。我已经感觉有点乱了。然后你刚走出来，司机就问你去哪儿，速度比酒店快1倍。等等，我还没恢复过来就要回答问题。对，而且没人会停下来等你理解。这听起来比酒店还可怕。因为酒店至少有开始和结束，机场没有，它是连续的。那我下一集是不是会直接崩溃？不会崩溃，只是你会第一次发现，中文不是学会再用的，是用着用着才学会的。这句有点狠。如果你想看下一集《机场生存》，记得订阅一下，因为下一次我们会从到达出口那一刻开始。